哆啦 A 梦竟然回未来了，照顾大雄的人变成了他的妹妹哆啦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天，大雄又偷偷拿了哆啦 A 梦的道具，他用这个道具给他所有的0分考卷下命令：要是妈妈进来了，你们就躲起来。结果因为他没说清楚，考卷全都往屋子外面跑了。这下小镇上的人都知道大雄考0分了。自觉丢人的大雄对哆啦 A 梦无能狂怒，哆啦 A 梦也不甘示弱，都是你擅自拿去用，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总之，这2个人不仅吵了起来，还扭打成一团，连吃饭都互相背对着吃。在22世纪的世修看到了这一幕，他开始思考让哆啦 A 梦在爷爷那里是不是欠妥，也许哆啦 A 梦不太适合照顾爷爷，于是哆啦美搭乘时光机去了大雄家里。这是大雄第一次见哆啦美，经过介绍以后，他才知道这个黄色的可爱机器猫是哆啦 A 梦的妹妹。大雄爸妈对他的到来也十分高兴，连连夸他可爱。大雄还带哆啦美去认识了小伙伴们，胖虎一言不合就要开仗，哆啦 A 梦赶紧提醒哆啦美捂住耳朵。哆啦美还一脸懵的时候，胖虎那耀眼的歌声就开始洗脑了。可没想到哆啦美竟然将胖虎连同水管一起举了起来，阻止了这场不受欢迎的演唱会。大雄只夸哆啦美厉害，哆啦 A 梦有些委屈，他只是力气大而已。晚上兄妹俩在壁橱里叙旧，哆啦美感觉哥哥好像瘦了那么2-3毫米，哆啦 A 梦立即开始诉苦，照顾大雄真是太辛苦太困难了，他总是给人添麻烦。大雄不乐意了，他觉得明明是哆啦 A 梦派不上用场，这下2人又吵起来了。第2天一早，哆啦美就叫大雄起床，可大雄睡觉都在傻乐，好像是在做什么美梦。哆啦美用观梦眼镜看见大雄梦到自己骑在胖虎身上，于是他用梦境遥控器将梦境改变，把大雄吓醒了。大雄按时去上学了，哆啦 A 梦却睡过了头。醒来后，哆啦 A 梦想跟妹妹玩，但哆啦美表示她受到世修的嘱托，要负责照顾大雄。哆啦 A 梦觉得哆啦美肯定会吃不消的，因为连她都难以应对。但哆啦美不急不慢地开始观察大雄上课的状态。好家伙，一上课就睡觉。哆啦美又拿出梦境遥控器，让大雄梦中的静香对他说：如果你能不打瞌睡认真学习的话，我就会更喜欢你哦。于是醒来的大雄跟打了鸡血一样，听课十分认真。这下哆啦 A 梦也感叹道，还挺有效的。院子里，大雄妈发出惊叹，家务竟然全都做好了，而这都是哆啦美做的，因为她很喜欢做家务。大雄妈觉得要是哆啦美能一直留在家里就好了。哆啦 A 梦逐渐有了危机感，他拿起竹蜻蜓要去看看大雄的情况。此时大雄正在上体育课，他还是老样子，跑步落在了最后一名。哆啦 A 梦在思考是用隐身斗篷推他一把，还是给他装上个放屁火箭呢？哆啦美却认为这些方法都不行，必须让大雄靠他自己的力量。于是哆啦美给大雄戴上了自信头盔。戴上这个后，无论别人说了什么，大雄听到的都是鼓舞人心的话。有了头盔后，原本要放弃的大雄竟然真的一鼓作气跑到了终点。小伙伴们都很惊讶，老师也表扬了他。哆啦 A 梦见状就先回家看漫画了，他觉得哆啦美很快就会放弃的，毕竟对方可是大雄啊。这时世修打来电话问候，哆啦 A 梦顺势吐槽说自己受够了，想回22世纪。世修觉得哆啦 A 梦是真的想回去了，眼看哆啦美做的还不错，他表示那正好就由哆啦美来继续照顾大雄。听到这个消息后，哆啦 A 梦好像一瞬间掉进了冰窖，他震惊在了原地。哆啦美去帮大雄妈收拾碗碟的时候，出现了一只蟑螂，这是他最怕的东西了。哆啦 A 梦连忙表示，你这样可咋保护大雄啊？大雄妈发生灵魂一问，哆啦 A 梦不也是一样吗？但哆啦 A 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管怎么样都一定会保护好大雄的。2人来到大雄放学的路上，哆啦美很不解，只是回家而已，会有什么危险吗？哆啦 A 梦告诉他，大雄干的傻事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正说着，大雄正前方出现了一个罐子，哆啦 A 梦断定大雄一定会踩到罐头摔倒的，于是他用空气手枪准备先一步弹飞罐头，结果罐头直接砸到了大雄脸上。随后大雄又打算帮一个小朋友拿挂在树上的气球，但他跳了半天也没够着。哆啦 A 梦悄悄给他的脚下喷了蹦床剂，想助他一臂之力，但大雄一下子蹦到了天上，最后摔得很惨。紧接着大雄又遇见了一只恶狗，哆啦 A 梦赶紧用催眠剂把狗催眠，却不小心连大雄也一起催眠了。于是他们只好把大雄拖回家。路上，哆啦美指责哥哥道具没有拿对。半路上，大雄醒了，哆啦 A 梦开心地说自己一直在保护他，但大雄把哆啦 A 梦的保护行为都归纳成是恶作剧，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回到家后的大雄放下书包，就打算睡个午觉。哆啦 A 梦想让大雄先完成作业，但没想到大雄只睡了几秒就说自己睡好了，原来是哆啦美已经给他换成了瞬间午睡枕头。
哆啦 A 梦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道具。哆啦美告诉他这是新产品，还提醒他应该多看看价目表了。大雄问哆啦美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道具，哆啦美拿出彩米光线对着他的书包一照，随后大雄从书包里找出了2本趣味猜谜书。他一看都是有趣的问题，便津津有味地写了起来。其实这是大雄的作业，照了猜谜光线后就可以快乐地完成作业了。连大雄自己都难以相信，他竟然这么快就独立完成了作业。接着哆啦美又给大雄装上了动力发条，这样他就能尽情玩耍了。哆啦 A 梦细心地帮大雄收好作业，他也开始觉得哆啦美确实比他优秀多了。上了个发条的大雄充满活力，小伙子们都觉得大雄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孩子们踢球的时候觉得在空地施展不开拳脚，于是哆啦美用升降板在半空中制造了更宽阔的空间。哆啦 A 梦默默在一边看着，大雄在哆啦美的引导下真的变得越来越好。看来自己的确是比不上妹妹。为了大雄着想，哆啦 A 梦决定把大雄交给哆啦美照顾，自己跟随石球回到22世纪。傍晚，大雄和哆啦美回来了，大雄不停地说哆啦美很厉害，比哆啦 A 梦优秀，要是能留下来就好了。哆啦 A 梦语气严肃地把大雄托付给了哆啦美。世修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大雄就由哆啦美照顾了。哆啦美有些惊讶，她认为自己只是暂时来帮忙的。大雄直接人傻了，立马哭着冲过去挽留。但哆啦 A 梦为了大雄能有更好的发展，还是决定忍痛离去。分别的2人都泪流不止，哆啦 A 梦就这样走了。大雄心肠会盯着一个要送给哆啦 A 梦的礼物出神。他虽然在哆啦美的帮助下，每天都能按时完成作业，然后出门玩耍，但静香在跟哆啦美折纸的时候提出了他的担心。他总觉得大雄最近无精打采的，放学回家的路上也总是垂头丧气。哆啦美若有所思。画面来到大雄这边，小伙伴们玩了一会儿后，都打算回家写作业了。大雄很欠揍的内涵他们，怎么连作业都没做完，就那一点作业，咔咔就写完了。结果当然是引起了众怒，大雄惊慌失措地跑回家。他习惯性地叫着哆啦 A 梦，但打开房门才意识到哆啦 A 梦已经离开了。大雄想让哆啦美给他能暂时不跟胖虎和小夫碰面，而且不会被他俩追的道具。哆啦美没有这种道具，不过他告诉大雄可以自己做一个那样的道具。大雄的畏难情绪让他想直接拿现成的，但哆啦美可不惯着他。他直接拿出发明机，并告诉大雄，向机器说明想要的道具，机器就会告诉你制作的方法。大雄对着机器说，想要被恶人追时能立即逃避的道具。随后机器就吐出了一本蟑螂帽的制作说明书和材料。哆啦美对蟑螂有阴影，她可听不得这个字眼。大雄一看见说明书密密麻麻的文字就打了退堂鼓，但在静香和哆啦美的鼓励下，他还是成功做出了蟑螂帽。蟑螂帽拥有能快速发现敌人的鱼眼透视镜，还有能调查周围情况的雷达探测器，以及快速计算逃跑路线的电脑和电气加速装置。大雄刚戴上蟑螂帽就遇见了妈妈，喊他去跑腿，这种事他可不乐意干。于是，在妈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蟑螂帽就带着大雄咻的一下跑没影了。大雄见识到了蟑螂帽的厉害后，开始以身犯险了。他主动挑衅胖虎和小夫，在蟑螂帽的威力下，胖虎和小夫被耍得团团转。随后，大雄想帮静香也做一个他想要的道具。静香想在家里的院子放一个四季都有花的花坛。有了上一次的成功经验，这次大雄很快就做好了。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慕名而来，想让大雄帮他们做道具。大雄很享受被崇拜的感觉，不过他现在没啥心情。晚饭时，大雄爸妈照例夸赞着哆啦美的能干，之后大雄却对美食提不起劲儿。晚饭后，大雄又打开抽屉，盯着那个礼物发呆。他想哆啦 A 梦了，而在22世纪的哆啦 A 梦也在想他。第二天早上，哆啦美在收拾房间的时候看见了那个礼物，最后他又看见了大雄魂不守舍的书包忘带就算了，连上学的方向都走错了。哆啦美明白了，大雄这是想哆啦 A 梦了。于是他回到了22世纪，哆啦 A 梦的情况也不乐观，他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提不起劲儿。哆啦美告诉世修，大雄也是一样无精打采，他觉得大雄果然还是由哆啦 A 梦来照顾比较好。哆啦 A 梦听见这话，立刻惊坐起来。为了能让大雄幸福，还是要让哆啦美来照顾更好。他借口说自己只是时差还没倒过来，所以才没精神。说完，他强撑着走了几步，就又倒下了。但他还是特意叮嘱哆啦美不要告诉大雄自己病倒了。大雄得知哆啦美回到了22世纪，赶紧问他哆啦 A 梦过得怎么样。哆啦美很谦虚的回答说：“哥哥一切安好。”
小夫鼻青脸肿的来找大雄，因为昨天大雄溜走后，胖虎拿他出气了，所以他要大雄帮自己做一个不管被多想的人欺负都能抵挡的道具。大雄原本是没心情做的，但他还是败给了小夫的激将法。他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小符号机器人，只要驾驶这个作战就不会失败了。他甚至能一拳击碎水泥管。结果胖虎看到后也来让大雄做一个不管是多强的对手都能欺负的道具。大雄可不想看他俩打架，于是他向哆啦美求助，可没想到哆啦美竟然说挺好的，就帮他做吧。于是胖虎号也闪亮登场，胖虎和小夫驾驶着各自的机器人开始干架。这可是自相矛盾的阵仗啊！他们打得非常激烈，大雄越看越觉得危险，但无论他怎么阻止，那两人都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又赶紧求助哆啦美，但哆啦美竟然说他也无能为力，还说他哥要是在这里的话，估计有办法。与此同时，哆啦 A 梦在22世纪通过大屏幕看到了这一幕，他焦急地让哆啦美阻止他们，但哆啦美却开始装傻说：“我也没辙，哥哥救命啊！”哆啦 A 梦赶紧撒丫子赶过去，他抓耳挠腮的想着能让胖虎和小夫停止打架的方法。有了，随着胖虎妈和小夫妈的怒吼，两人果然立刻停止了打架。最后，熊孩子们都被妈妈拖回了家，哆啦 A 梦则开心地向大雄飞奔而去。大雄夸赞哆啦 A 梦真的很机智，哆啦美也夸哥哥果然靠得住，这把哆啦 A 梦说的都不好意思了。哆啦 A 梦短暂的陪大雄坐了会儿就要回去了，因为他此行只是来帮忙阻止打架的。大雄赶紧叫住他，并拿出了那个早就准备好的礼物。原来今天是9月3日，是哆啦 A 梦的生日，这是大雄给他的生日礼物，还有一封信，里面写着：致哆啦 A 梦，谢谢你总是照顾我。虽然我们时常会吵架，但我最喜欢你了。从今以后也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哆啦 A 梦念完信后，感动的眼泪鼻涕直流，他当然也舍不得跟大雄离开。大雄终于忍不住了，他哭着抱住哆啦 A 梦说：“我不要你回去，绝对不要！你走了以后，我真的好孤单。”哆啦 A 梦也终于不再伪装，他哭着告诉大雄：“我也是。”师兄和哆啦美见证着这对欢喜冤家的吵吵闹闹，看来还是哆啦 A 梦最适合照顾大雄了。他俩的友谊还真让人羡慕呢。但让人意外的是，大雄送给哆啦 A 梦的礼物是一个恶作剧小老鼠，这不是惊喜，而是惊吓。刚刚温馨感人的气氛荡然无存，哆啦 A 梦气得直骂大雄是笨蛋。好了，让我们衷心的祝愿大雄和哆啦 A 梦的友谊长存吧。好了，本期问题，你们最难忘的生日礼物是什么？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咱们明天见。